阿克曼角是功能体现还是设计缺陷呢？有一些车主在天气湿冷的时候会遇到跳胎动作也就是噔噔噔的一个情况。那么当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这叫阿克曼角，是正常的。但是他们也会纳闷，为什么一个正常的动作是这样子的？会不会是车辆的设计缺陷呢？那我们今天分几个部分，对于这个情况，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看看是功能还是设计缺陷。那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阿克曼角。至于阿克曼角的由来，就不多赘述了纯粹是一个专利被他人冒用的故事情节那阿克曼角产生于阿克曼转向几何，好吧，我们上车。好，那在实际的开车过程中我们以为的转向是这样子的，随着你方向盘的转动，你前面两个轮子会给到一定的响应，那么两条线或两个轮子给到的转向角度是一样的。那如果真是这样，你的转弯会出现很别扭，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阿克曼角的提出就是为了让各个轮子能够进行指向同一个圆心点，转向会变得更顺利。而这两个角其实是会有所不同的，实际的转向是这样子的，两个轮子的角度会有所不同，而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差值就叫阿克曼角，也就意味着我们实际大部分的车型转向是这样，或者是偏侧重于这样子的。那我来通过一个小模型，也就是几张纸片给大家去解释一下阿克曼角在实际的运作中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那么这根是红色的，是转向轴，而这根是一根前轴，这是轮。那么当我们在转向过程中，我们实际看到的是这样子，这样子。好，我们再夸张一点，看到吗？那么左边的轮子它其实会比右边的轮子转向的角度会更偏明显一点，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个阿克曼角，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状态了。那了解了阿克曼角和转向的基本原理，还是没有办法去解答是功能还是缺陷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分析一下这种设定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它的优缺点是什么。那么在转向几何原理中，这个阿克曼角的设定，这个也就是一个0%的阿克曼角，而这个设定它也叫做完全阿克曼角，又或者叫100%的阿克曼角。那么这时候大家就会说了，是否就这两种情况呢？其实还有一个叫反阿克曼角。好，不要被绕进去了。所以性能车或者比较有驾驶乐趣的车型，它其实更偏侧重于这个设定。这个设定就是为了在速度起来之后，同时也能尽量的避免转向不足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安全问题。而 AMG 的车型中会细分出转向的响应设定，比如这样，或者这样，又或者这样。而这样的设定其实无非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做出了一个阿克曼角转向几何的设定调节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科普一下一些特殊例子，也就是反阿克曼角在什么时候会运用上。那么大家熟知的 F1 赛车，其实它的转向就是偏这个设定。那我们了解了性能车的转向其实是偏这个方向的设定之后，我们就要去解决跳胎和响胎问题了。我们以为轮胎在转向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而事实其实并非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拿一根手指在桌面上面
做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大概就能了解得到，其实轮胎是这样子的，它下面的橡胶啊会形成一个比较很别扭的拧巴的状态。那么再加上我们已知的性能车转向更偏侧重于是这样子的，所以啊，它的外轮，也就是外侧的轮子，在你过弯的时候，这种状态下，外边的轮子可能会被拧得相对比较的厉害。这个时候加上天气比较低温或者是比较湿滑，橡胶出现的就像橡皮筋一样的噔噔噔的，也就是跳胎或者叫响胎。这种现象我们驾驶员可能会被放大化，会觉得动静很大，而事实上轮胎根本就没有脱离地面，更没有可能出现轮胎打滑的问题。那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如何去避免或者是减轻这个状态啊？那绝对不是让你去换一套软胎，而是进行暖胎。当然不是这么暖，其实暖胎可以放在热车的一部分啊。我推荐上市之后啊，车辆先发动，手机音乐先摆弄好，等转速表啊开始进行明显的下行状态之后，大概也就20-30秒的样子，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出门了。前面的2-3公里你可以正常的去开，不要太急。那么等你看到水油温等开始明显的进行攀升的时候啊，热车其实也就差不多完成了。那么与此同时，轮胎的温度啊，其实也差不多已经达到了10来度。这个时候轮胎的胎面温度上升之后，橡胶拧巴的这个状态产生的噔噔噔的效果也会随之减轻或者消失。好，那最后做一个总结，其实这个阿克曼角它就是一个设计的功能，那它当然不是一个设计缺陷，只是在不同车型上面设计有所不同而已。有时候我也会开玩笑跟客户讲，当你以后开了更高性能或者是专业赛车以后，你会发觉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普遍的。那当然说归说，我们回归现实，就是这个问题你不用太过担心，是一个正常现象。那么该玩耍就去玩耍。我是 AMG Ren，这一期